卓越的营销管理从这里开始。你好，我是孙晓东。好了，讲完招聘讲完培训了，我们讲第三个，暗场服务质量的这个确保。一个售楼处老百姓来看房子，不单单是看销售员的表现，是吧？还要看什么？察言观色，你的保安保洁，你的服务意识，能够在买房的阶段时感受到未来交房之后的幸福生活的一个保障。客户是多疑的，客户买房子更多关注是什么？未来的兑现能力。你现在售楼处做的漂亮，是吧？讲的挺好，到最后交房的时候，能不能按照你说的这样能够兑现呢？好多项目都会出现交房之后的瑕疵，好多日后的服务，是吧？没有达到兑现，那么他到售楼处来，在期房销售阶段的时候，他更多是关注什么？细节所以我们说，除了销售员以外，我们一些保安保洁、什么客服人员，他们的表现对客户的成交的这个逼定挤压，其实比我们销售员更重要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一件事情客户停留暗场不超过6个小时就能确定是否买你家房子。我们说6个小时就像话剧一样，6个小时一台戏这些个保安保洁、销售员都是演员，你演得好，客户信了就买了房子；演得不好，客户去买隔壁去了所以我们说，每个人都要以演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个暗场的街访动线是一门科学不同的客户进入暗场，他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首先销售员要学会察言观色判断客户的购买企图。同样是年轻人进来一对夫妇，两个人站姿走姿，牵着手进来的，两个人新婚热恋期，这两个人一般是买婚房的，是吧？介绍什么呀？大门头50米跨度大门头，外立面贴砖，豪宅特性，这两个人喜欢买第一套房子都是好面子的一定要突出项目的什么豪宅属性。又进来个年轻人，年龄跟前面差不多，两个人进门没牵手，前后走进来的，是吧？证明这两个人干嘛呀？结婚3-4年了，是吧？没有什么生活热忱了，很理性了。那也不要介绍什么浮夸的什么大门头外立面贴砖了介绍小区的什么户型，是吧？高赠送，买3房送你1间房，3送4，是吧？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说，不同的客户到访，我们的销售员的判断，你的销售说辞和路径设置应该是专一的。销售员有没有这种判断客户这种需求的这种能力，是我们每个职业顾问需要去学习和培训的。那么同样也是一样的，一条动线里边每一个环节的保洁、保安、客服、礼宾、停车员，他们的表现也应该是不一样的给客户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们说营销的核心技术6大核心技术，在成交率方面3大核心技术，一个是展示力，就是我们这个销售说辞动线的这个合理性，沙盘摆什么地方前台区摆什么地方这个环节很多企业都有很多丢分项，我们在日后的工作里边给大家讲解如何设计一个完美的动线。第二个就是销售员的接访能力，第3个核心就是销售服务能力。那么销售服务能力在我们日常客户接访的时候，它有一条完整的接访动线，我们会有7个人会在动线里边配合这个话剧演给客户看。给大家读一下客户开车进来了，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形象岗就是礼宾客服，啪敬个礼，就这个人龙湖的经理是能够做旋转经理的，而且龙湖选择这个礼宾客服不是像我们很多项目售楼处什么精壮的年轻人做这个东西，不是这样，选一个30多岁40岁的老保安非常成熟非常干练，慢慢进这个礼旋转礼效果非常棒这个保安的精壮很有可能是没有经验的，他就是个摆设，是吧？是下走贼的。但是一个老保安慢慢进个礼，很成熟，证明这个人服务意识很强，干了很多年了，很有经验。所以选择年轻的礼宾客服和年纪成熟大一点的礼宾客服，给客户感受是不一样的。再往里边看门童，是吧？门童开门，这门童是中国人还是外籍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不同的客户这个压力是不一样的。你看我在襄阳万达的时候，我们就用了一个外籍门童，一个非洲的朋友，是吧？叫Tony一个非洲人，穿这个红色礼服，非常有喜感。这个托尼上门开门，当他上班那一天开始，从那开始，老客户复房的比例增加了1倍，老带新的这个业绩增加2倍。为什么？续销期了，老业主经常会来售楼处，带着孙子呀、外孙子呀，跟托尼打交道，增加孩子的国际视野，让他不要怕外国人跟托尼叔叔打个招呼你好小朋友，是吧？一个非洲人这样的话，很多老业主都有一种感觉自己非常的洋气，我们的小区是由外国人开门，是吧？把自己的项目推荐给其他的亲朋好友。所以我们说，一个门童，外籍门童在续销期对老业主复访
对老带新的支撑是非常有关键作用。所以门童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的礼宾客服进门给你鞠这个躬，是吧？只第一次进门鞠躬，等你看完房子之后，坐到洽谈区的时候，倒水的时候就一定是微笑不鞠躬，因为什么？你来的第一次要给你礼貌感，给你感觉你做客的感觉，给你感觉自己非常高尚，这样可以让销售员给你洗脑。但是，一旦你看完房子之后，我们是朋友了，就不要这么礼数了，就微笑就行了。你享受我的服务，以后交完房子还能这样像熟人一样服务你。所以，礼宾客服的服务流程在不同环节给客户的这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包括我们的停车员、参观接待员、样板间管家、保安保洁，包括生活客服、门童、停车员、形象岗这一系列的活动，从头到尾，客户的感受其实就是对细节的感受。他能不能在期房接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未来幸福生活交房时候的这种喜悦？所以我们说，暗场的服务不单单是只关注于销售员的服务，一定要把暗场这些个演员他们的服务意识和我们的营销意识进行有效的汇总，形成一个总体的一个服务意识的一个提升。所以我们售楼处暗场的物业保安保洁是由销售来管的，你的公司是不是这样的对营销的成交率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所以暗场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具备除了专业线培训以外的营销力的培训。那销售员接待这个客户，讲完之后了，这客户离开了，先生您慢走。目送先生离开售楼处，这先生没径直跑到车面开车走，跑去跟保安说两句话才走的。你追出去问这个保安，他跟你说什么了？保安说没说什么呀，就寒暄几句，实则不言。这客户跟你交流了40分钟，听你说了几百句话，他不相信。客户都是多疑的，是吧？今天你们这卖房子卖的好吗？可卖的可火了，一天来30-40组客户呢，一天能卖4-5套房子。这客户才一看，这屋里没这么多人啊，说出去问保安去了。今天停了几个车？停了8个。昨天呢，停6个。哟，小孙这小销售员忽悠我，是吧？通过保安一句质朴的话，把前面销售员说的500句话全部否定。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培训这些个保安保洁，这些个容易被客户认为是个正直的、说实话的人，把他们培养成什么销售说辞的人。一定要让保安保洁说的话跟我们销售员说的话就相统一的，他们说的一句质朴的话，对客户的这个打动性比销售员要强10倍100倍。所以这些个，别看这些小演员，但凡一个好剧，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但凡好的都是些小配角，其实男1号女1号并不重要所以一定要利用我们的这个准备期的时间，要对这些个保安保洁人员进行有效的培训不但要专业性的培训，还要对营销能力方面的培训要至关重要那么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黑科技技术了。在一个售楼处里边，我们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售楼处开始使用这些黑科技了。比如说我们的5大区域前广场区、售楼处礼宾区、售楼处功能区、样板间区、洽谈区，这些区域里边使用一些黑科技技术来去获取客户的信息，包括能够给客户进行挤压逼定。比如说背景音乐音乐是可以调动人的情绪的。在一个售楼处里边，什么地方听什么音乐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这个物料道具的设置，比如说一些个这个高科技的技术，一定让他在参观样板间的时候体验一下这些技术，来体现出我们企业的这种对人文关怀、科技技术成本高性能价格好的这种优势。所以我们说黑科技技术也是我们暗场技术里边的很重要一项技术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应用一下。你的这些技术的应用，其实对客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对你产品的热衷度的一个很好的提升有很多企业特别热衷于黑科技甚至有些豪宅企业连测谎仪技术都进入售楼处了。VIP 室坐在那个沙发上面，问你几个问题，一下就测出来你这个人有没有钱，能不能买起我们的房子，对产品的满意度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说，中国现在同行几乎都在挖掘，通过我们的技术手段去影响客户的到房状态，去挖掘客户、窥探客户的这种客户隐私。你的同行都在用高科技武装自己，你在做什么我给大家一个很悲观的一个数据，明源是去年敲钟上市的，说他们的这个领导跟我关系很好，他说小宋跟你说个事情我们中国地产圈不差钱，花20几万买我们明源系统，中国百强企业有95%的人都买了我们明源的软件了。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暗场经理级以下的人有93%的经理从来没看过明源系统。什么意思？花20多万买的终端，
几乎拿它当个棍子使，当个 Excel 表，当个判课工具来用。名媛很多大数据分析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功能都没有被我们的暗场销售人员或者管理人员所利用上。所以我们说房地产是个动态的一个艺术，是个动态管理的一个方式。我们很容易就用过去的经验去管理现在的暗场，一定要与时俱进啊！利用科技技术，利用我们的技术手段去给客户施压，去了解客户的心理这种预期和内心的真实感受，这样才能有目的性的展开营销工作。工作的表象结果好与不好，其实跟我们的技术应用以及我们的这个技术选择手段是息息相关的。希望大家重视啊科技技术在地产营销领域的应用。暗场接访环节是业绩确保的最直接的手段，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在项目定位阶段，在开拍准备阶段，一定要重视动线的设置以及人员的培训。好了，讲完了我们的计划设定啊，讲完了我们的制度管理架构，讲完了我们的人员招聘培训，讲完了我们的这个管理服务意识。那么接下来讲什么呢？讲这条动线。动线是门科学啊，不同的售楼处动线设置是不一样的啊。碧桂园的售楼处外广场是个大广场平铺，是吧？客户直接走进去，进门对沙盘。我们说碧桂园的动线是单刀直入型，它的战略是什么？叫做贴靠式战略，它不怕别人比。旁边一个5万方的，我碧桂园30万方，规模大，旁边卖8000块钱，我碧桂园精装修卖8000，性价比高。所以他希望客户带着同行的信息进到售楼处看沙盘比较，一比我们就有优势。而龙湖就不一样了，是旁边卖18000，我想卖22000，想溢价20%，是吧？客户带着旁边那个信息到我这儿来一比，我就不值钱了，怎么办呢？进到我龙湖的景观示范区，曲折通幽，本来就50米的距离，我要画成个 S 动线，让它走5分钟，看我们的水系呀，看我们的竹海呀，环境真不错呀，是吧？哎，这水系漂亮，这竹海真漂亮，哎，觉得像公园一样，一放松警惕了，忘了前面去看了几个项目了，一片空白，进我售楼处，是吧？进售楼处进门不看这沙盘啊，是个大石头墙，是吧？龙湖学府1号，是吧？上面写的企业在中国，您买的这个啊，重庆的龙湖啊，我们在北上广深都有，是吧？学府1号系列产品，是您在重庆买的房子就比肩于北上广深，哎，给你一个假象，哦，我是买这北上广深的房子，这房子贵点是很正常的。啊，通过这套讲解之后了，再去看产品，忘掉同行，屏蔽同行干扰，再去建立价值之后，再去讲产品，就顺理成章了。所以我们说这条动线，每一个项目应该量身定制动线啊。但是我们很多操盘手由于时间的局促，由于我们的专业水平的这个局促，造成了我们没有设置一个专属于你项目的动线，最后造成了客户到访意向度不高，转化率不高，造成了业绩损失，非常非常遗憾。啊，我们的暗场动线真的合理吗？不是这样的啊！包括我教过的学生，有一个学生是谁我不说了啊，花了1个多亿建了一个售楼处，在我们南方啊广深地区，不提哪个项目了啊。孙老师啊，我建了一个售楼处，花了1个多亿，请您过来给我做这个售楼处开放的典礼活动剪彩，特别开心呢。学生做了一个作品，到那一看，我把我鼻子都气歪了，是吧？动线完全是不符合逻辑的。首先不符合行业逻辑，第二是不符合他这个项目的参观动线逻辑，是吧？具体哪个不符合不说了啊。客户来一个带着问题质疑就走了，来一个带着这个问号走了，非常不舒服。参观这个动线怎么改这么别扭？怎么看怎么别扭，是吧？一个动线一旦设置成功之后，再改就没有机会了啊。我们说很多企业啊都想过要把动线改一改。但是随着我们，因为你的售楼处是不能停工的，不能停业的，是不是？你说我这个封闭了啊，这2个月我们重新改造一下，啊，酒店可以，是吧？商场可以，但是代价很大。售楼处一个销售只有1个赛季，你说我停1年半年，重新改一遍再开，一旦放凉了再开就没有好结果。所以大家一定要慎之又慎，这条动线一定要科学设置，但前提是你必须是专业的，你要知道如何去设置一条销售动线。那么如何去设置一条销售动线呢？给大家讲一个逻辑啊，这个逻辑也是近30年我们中国企业通用的一个逻辑。你在设计动线之前，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脚本，就是老师现在 PPT 展示这个图，就是你在做设计之前，拍个电影电视剧，你前面有个剧本吧，是吧？那么我们要客户来看什么？我们的项目的核心卖点是什么
啊，这条动线里边要体现出哪几个点是客户需要看到的？企业文化呀，啊，这个我们企业过去的成功案例呀，包括产品的一些特征啊，是吧？我要把教育啊，把功法呀，把这个景观呢，要展示起来，用什么方法啊？是图片呢，还是声光电的方式，还是沙盘模型的方式，还是样板间的模式？这条动线的设置一定要有一个剧本啊，街坊动线必须营销牵头，必须完整的设置。换句话说，每一个售楼处都应该有这么一个街坊动线图。你的售楼处里有吗？你们销售员培训的时候，你们按照这个图给他培训了吗？在哪个景点讲什么内容？有没有这样的一张图？啊，结合这张图倒推我们的暗场模拟的一个沙盘模型，是吧？他在哪个场景里边用什么样的一个道具，让他有什么记忆点？是给他喝茶呀，啊，还是让他去看一张画啊？是吧？把这个我们的文字版的变成一个动线版的一个图片，在哪个环节看什么东西，是吧？哪个环节停留多长时间？这个脚本啊，这个剧本变成一个什么编剧，变成一个导演编出来的一个这个 demo 啊，通过这个街坊动线图啊，通过我们把客户装进去，去实际踏勘的这个客户的切实的参观动线，来反推我们的什么街坊的这个设置啊，把我们的街坊什么环节有哪个演员来负责街坊怎么干这个事情，根据不同的客户反馈，在动线讲解过程当中进行调整。但是我们必须有区间空间来做这个事情，一旦你的硬件设置死了，再想调难度非常大啊。然后把我们的方案确定下来。所以我们说一个动线一定有总分关系。如果前面开一个方案会，售楼处方案会，营销没参与，没做前3胚的这个介绍的话，上来就干这个事情，你的项目中很有可能啊，外部景观包括景观设计施工单位，售楼主体啊总包带出来，是吧？里边装修风格找个软装公司定个风格，抄别人的英系、法系、阿泰克定完了啊，最后沙盘模型，售楼部销售员排一排，是吧？销售经理定一下，一条鱼4吃。你想一想，4个公司4个风格做出来一条动线，让客户去感受，能有好的结果吗？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啊，我们叫总分总的关系，就是在做景观示范区、样板间和售楼处的时候，一定要开一个会，营销牵头，把前3胚 PPT 我们的动线怎么做这个事情讲明白讲透之后，把风格方案定完之后了，再去分包给施工设计单位、什么景观设计施工单位，包括什么硬装软装公司，然后最后沙盘模型公司，最后它形成的是一条路径啊，是科学的，是一条完整的一个剧本，让客户参与进来之后感觉美艺术对我们的价值才会肯定。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啊，就是售楼处千万不能照抄照搬，也不能够随意委托，一定是营销牵头，先有剧本再去拍剧，才会有很好的一个结果啊。那么物料道具的生产啊，也是围绕着我们的这个剧本的啊，你的沙盘定大与小，展示什么内容。如果你地方去就是比较偏远，是吧？旁边的沙盘一定要摆一些个什么未来的规划，摆一些个实体的框框，让你觉得这个地方未来有发展。如果你是闹市区的话，就要把旁边的框框给它摘一点，放点绿化多一些，提升那个项目的这个容积率、密度的这种低的这种优势。所以我们说，你的所有的道具内容都是要围绕着你的一个销售的一个主线，围绕着一个客户的参观体验的一个主线而展开的，不能单一而做这个事情。包括售楼处、沙盘、楼书、宣传片啊，包括高科技技术的引入，包括样板间示范区，这些东西都是围绕着一个我们的剧本来设置的啊。售楼处外观啊，有的做的非常的这种平民化啊，热热闹闹的啊，有的做的是非常艺术的啊，非常抽象的，这个风格一定是跟你的销售主体相关的。你是差异式的还是贴靠式的？你是引领式的还是跟随式的？它一定是跟你的售楼处风格相关的啊，包括售楼处的选址、风格、空间、面积大与小。售楼处面积太大了，1500平米，一个大厅接待厅，每天来10户8户，客户冷清不聚气。面积太小了，是吧？就这么200-300平米。啊，我是个跑量的盘，一天来个300-500户的这个客户，车都没地方停，人都没地方站，街坊听不清楚就走了。所以你的售楼处的这种规格啊，道具的使用，一定是跟你的街坊指标、你的转化指标以及我的开盘指标相关的，是吧？街坊指标，你每天来多少人？是吧？我妈100套房子首开，是吧？我这200个筹，我要来这个1000组客户，1000组客户开盘接访到生筹，这一个周期40天来1000组。是一厨一天要接待是80组客户，好，那我需要多大的场地？需要多少个谈判桌？需要多少个停车场？这些客户第一次到访之后，多长时间？第2次到访和我们的新客户在一起有交集的时候，最大的是这个售楼处的接访量是多大？是跟商场是一样的，跟你餐厅是一样的。我要在这个地方开个饭馆，我摆多少桌呀？
这个是吧？这个赴台率是多少次啊？你必须要测算清晰。所以售楼处的空间大小都是根据你的营销战略相匹配的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科学的设置啊。第二个，沙盘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啊。我在万达下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由于沙盘着火短路，造成重大事件啊，是有人员伤亡，我们有6个销售员因为这个沙盘着火而牺牲，惨痛的代价。所以每年8月28号是万达耻辱日，每到8月28号不能有任何的开盘开业的活动、庆祝活动。每年8月28号，万达下午2点全体系默哀，纪念这个悲痛的日子。所以从那开始警醒，所有万达几乎售楼处都是单1层的，不建2层售楼处啊。为了防火要求，所有临时展台必须要严格的这个消防的这种要求，而且所有的万达人都必须要经过系统的培训，4大功能是吧？发现火情的功能啊，如何报警，如何疏散啊，这4大功能啊，是每一个万达人都必须具备的。所以大家记住一点，水火无情啊，沙盘一定要关注。而且沙盘最大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它的生产制作周期是非常长的，一般一个营销总要3次关注沙盘的这个节点。在下料的时候啊，营销总监一定要去到沙盘厂看一看下料的时候这个料的颜色风格是否对得上。如果这时候你不去的话，万一料下错的话，第一浪费，第二再复工的话时间来不及了。第二个进度啊，进场之后15天20天进去看一看，和我的预计计划是否一样。第三个，出厂的时候必须要去看一眼，摆放合理情况下，没有落下丢下楼座的情况下再出厂。一旦你不看这3次的话，拉到售楼处一旦发现楼座南北错了，或者是摆位出现问题了，或者是什么楼座丢失缺损了，再去改没有机会了。一般安装沙盘售楼处开放之前3天干这个事情，是吧？如果这时候出现偏差的话，整个售楼处开放会有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沙盘，第一个安全，第二个它的有效性。一般进场沙盘啊，图纸当时没有赶出来，一定要提前关注沙盘图纸，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记住一点啊，沙盘的这种风格啊，它的旁边到底是做复杂一点还是做简单一点，突出绿化还是突出氛围，一定是跟我们核心卖点相关的。一般偏一点的周边的氛围要做一些体块啊，密度大一点的地方，中心区一点的话，要增加绿化的这种功能，要减少它的这种体块啊。这个是门艺术，也是门技术啊。楼书就不展开讲了啊。楼书现在的功能技术越来越弱了，但是有一个产品必须要出楼书，就是我们的写字楼啊。写字楼的话，大部分都是买卖型的，就这个功能一定要放全，是吧？互联网行业、TMT 行业、新零售，包括新媒体行业，包括金融行业，他们对写字楼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写字楼的楼书一定要做，而且做2本啊，功能手册和投资手册，一定要全面的，我的负载啊、层高啊、电梯轿厢的速度啊，全部写在当中去。你不知道这个企业用问什么，他网上一搜，哎，你没有这个功能，我需要个金库，你没有，其实你有，没写出来，他就不选择你。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啊，就是产品的包装，不同产品的包装重心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根据产品特征，根据销售的经验来设置这些道具。包括宣传片也是一样的，宣传片的标准时长3分20秒，叫200秒理论，就跟我们看电视直销的片子是一样的，长了没有意义。我见过这个建业啊，做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宣传片，这个胡宝森胡老爷子做了一个片子啊，卖一个郑东新区的豪宅啊，1个多小时的片子啊，从第一个项目开始讲起啊，你的客户是没有这么多情怀的，客户看时间长了会有疲倦感啊，这种热度就会散失，太短了也不行，没有记忆性。所以一个宣传片啊，一定是3分20秒的记忆，而且它是用3D 技术来做的，虚拟技术，不是说虚拟技术能把现实转化出来，实际上客户在不经意间吸收到你的这个信息啊，得到你的信息，然后干嘛呢？有效的反馈，就是把你就跟我们卖电影票是一样的，你卖电影票一定会打开片花来看，复联4，哟，这片花显得演了半小时都是雷神把灭霸砍死了，哎呦，这个片子有意思啊，雷神是威力大了呀，还是灭霸弱了呀？不知道。到1个半小时的兵团出现了，是吧？灭霸又杀回来了，英雄们出现了，这片子好，带着悬疑感去看片子，所以电影票好卖了。所以我们说宣传片也是一样，你的宣传片的目的就是要给客户前置，把你的核心卖点植入到片子里边去，让客户带着这个预期再去看销售说辞，提前剧透了，销售那一讲更容易入戏。所以我们说不同的产品是否设置影音室，这是门科学。一般豪宅是必配影音室的，影音室的目的就是等于我们电影票的卖票技术，提前给你剧透片花，你不剧透一些知识，它没法入戏。
这是很重要的技术啊。沙盘模型啊，给大家讲一个核心技术啊，我问问电视机前啊，我们电脑前的这个你，单体护膜这个沙盘是应该放在沙盘区，还是应该放在洽谈区？如果你答不上来的话，你不是一个合格标准的营销一把手啊。你看我们沙盘区有很多道具，售处里有很多道具，有一个道具叫单体护膜，说上面就一个户型，这个道具是干什么用的？很多操盘手不知道，是应该放在洽谈区呢，还是应该放在沙盘区呢？如果你答不上来的话啊，你不是一个专业的管理人员。就我们售处里到处都是秘密，你不知道这东西，你模仿别人去做，你就不是合格的操盘手啊。7动台阶法则，一个售楼处抬高7动台阶，是吧？单一售楼处层高6.6米，不能低于6.6米，66法则，是吧？进门是看沙盘还是看墙，是吧？前史效应，前史为什么用实材，是吧？影音史为什么要做虚拟现实的宣传片？你那实景剪的就不值钱，为什么？宣传片为什么3分20秒？为什么我们电视直销都是3分20秒？为什么到沙盘前面要给你倒这杯水？讲沙盘开始要喝这杯水，这是为什么？是吧？你看我上个月就去了一家标杆企业，百强企业，销售员接待我的时候，讲了2分钟水才来，我说这是错的啊，小伙子，我是老师，告诉你必须要先喝水后讲说辞，这是很重要的。这杯水叫定神水，很重要，是吧？我们售楼处到处都是秘密，但是有很多操盘手，你的师傅没给你讲明白这个事情，你是不知道这个知识，是吧？为什么我们洽谈区要放圆桌子？你看很多洽谈区没有方桌子，圆桌子在别的领域也应用，是吧？你看餐厅的圆桌子，椅子是对着放的，一边2把，而我们的圆桌子永远是十字放的，就椅子是拉开放的，这是为什么？销售员你坐在哪个位置上，对你成交有很大帮助。所以我跟大家讲个事情啊，我们营销这个行业水非常深啊，必须要掌握这个知识，东西是叫科学，才能有效的去给客户进行有效洗脑，转化率才会高。包括我们的样板间示范区，什么地方做细部，什么地方要做这个粗犷一点，是很重要的啊。老百姓看样板间的目的是什么啊？不是为了看到它的这个真实面貌，而是要比对你的样板间跟别人一样不一样。所以样板间的某些的过程细部，一个售楼处里边有3大核心环节，分别是沙盘区、样板间区和洽谈区。客户会针对性3个环节，会防御性很强。但它真正产生消费冲动，就是在环节过程当中，就是从沙盘区移步到样板间去，这个路上看到什么东西，能不能看到一个保洁阿姨跪在地方擦这个门，这个给客户的感受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说，一般我们说从沙盘区到样板间的距离，一般是不能超过150米，就是150步的距离，150秒必须要走到样板间。他在这150秒之内，他看到的、感受到的，才是真正动心的地方。其实不是样板间的风格，就每个企业样板间基本差不多，他关注的是细节。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啊，就是从沙盘区走到样板间，销售员跟客户说什么；从样板间出来走到洽谈区过程当中，你要跟客户说什么，这几句话对你的成交是至关重要。所以我们经常会提一句话：专业和不专业全在于细节啊。我去看一个项目，通过他们的某些小细节的这种管理啊，它的 SP 技术的应用啊，比如说建发的所有售楼处样板间里边，前面都有一个擦叶子的保洁员，这个人叫 SP， 他是一个防脱技术啊。为什么建发的洗悦系在样板间前面放一个保洁员，擦叶的保洁员，它起到什么作用？每个售楼处的这种 SP 技术是不一样的。中国3大议价能力高手，绿城的做法和泰禾的做法和建发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啊。这个行业的水很深，专业和不专业，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看得出来。所以希望大家，我们这个电脑前的这个好朋友们，大家都成为专业人啊。如果大家想知道售处的秘密，大家可以关注孙老师其他的课程啊。我们今天的课程里边就不具体的给大家展开讲啊。样板间也是一样的，什么动线要做直的，什么动线要做曲折的，跟你的样板间的展示的风格和我们的核心的盈利这个战略是息息相关的啊。我们说一条有代入感的、压迫感的动线是高转化率的关键。所以大家发现一个现象没有？看似好像说我们在开盘之前准备工作不会像开盘这么的紧张、动人心魄，实际上不然。真正的一个好的表现，一个项目开盘首开成功，在开盘准备期要经历大量的系统工作，
要做丰富的物料道具、人才培养，包括我们的这种参观动线设计，包括人的这种导入、人体工程学，包括消费心理学一系列的这个准备工作，才能实现完美诠释、完美开放、完美开返。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开发金准备工作的工作，这个环节有很多同行丢分项很多。一旦前面做错了，后边所有的客户都要经过错误的动线、错误的说辞、错误的讲解，你的项目就会带来非常大的灭顶之灾。所以我们暗场的销售员的表现、动线的设置，这个前期前置的工作，其实对于一个项目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好了，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儿啊，下节课给大家分享啊，关于我们在项目准备期除了做制度管理、人员招聘、培训和我们的暗场动线设计以及物料道具设计以外，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售出开放之前，我们会在市场上面放一些个我们的声音，我们叫品牌落地期。这个时候不讲产品，讲品牌，这个内容我们推广要怎么做？好了，我是孙晓东，我们下节课我们继续聊。